大家好，歡迎來到今天的節目。今天我們要一起聊一個很有趣也很有動力的主題，就是30天中文挑戰。你有沒有試過給自己一個小目標，讓自己每天做一點點事情，堅持1個月？很多人說，一個習慣需要30天來建立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讓自己的中文變好，讓自己的學習更穩定、更輕鬆、更自然，那麼一個30天的中文挑戰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。今天我們就用簡單的中文一起聊聊這個挑戰怎麼開始，怎麼堅持，會遇到什麼問題，怎麼解決，還有為什麼它真的可以改變你學習中文的方式。其實很多人學中文的時候，最難的不是詞語太多，語法太複雜，而是堅持。你可能很努力學習1天，然後第2天覺得累，第3天忘了，第4天又忙，最後你就說，算了，我下周再開始吧。但是下周永遠不會自動變得更輕鬆。生活永遠都有工作，有家庭，有壓力，有很多事情，所以30天挑戰就是一個讓你把學習變成習慣的方法。它不是讓你每天學很久，也不是讓你變得完美，而是讓中文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，像刷牙一樣自然。那我們先來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真的給自己30天，你每天學一點點，不管是5分鐘、10分鐘、15分鐘，只要你堅持下來，你的中文一定會變得更好。不是因為你每天學很多，而是因為你每天都有學，每天一點點，比一次很多更有效。就像你每天走500步，1個月就是15000步。如果你一天走15000步，之後29天什麼都不做，你是不可能有同樣的效果的。學習中文也是一樣，所以我們現在說說這個30天中文挑戰要怎麼開始。你不需要準備很多東西，你只需要3樣東西：一個小目標，一點點時間，一點點耐心。首先，我們來想一個很小的小目標，這個目標必須簡單到你不能說不。比如，每天學3個新詞，每天聽5分鐘中文，每天說1句中文，每天讀1小段文章，每天看一個簡單的視頻。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方式，但一定要小，要簡單，要輕鬆。不要一下子告訴自己，我要每天學1個小時，我要每天背50個詞，我要每天寫10篇句子。目標太大，你第2天就會放棄。當目標變小，你的大腦就不會害怕，你會覺得，哦，這個我可以。當你完成1天的時候，你會覺得很開心。你第2天會更有動力，因為你會告訴自己，昨天我做到了，今天我也可以。這樣，你就會越來越輕鬆。然後我們來說時間，你不需要每天找一個很完美的時間來學習中文，你只需要找到5分鐘。5分鐘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。比如，你早上刷牙之前，坐車的時候，吃飯前，睡覺前，休息的時候，上班前的3分鐘都可以。5分鐘不會讓你覺得太累，也不會讓你覺得太難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每天都可以做到。如果你能每天做到，你就会慢慢進入學習的狀態，你會越來越自然，你會越來越習慣，你會越來越覺得中文就是你每天的一部分。但是
30天的挑戰肯定不會一直輕鬆。在這個月裡，你一定會遇到一些困難，比如有時候你真的很累，不想學；有時候你覺得太忙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學習；有時候你覺得自己學得太慢，覺得自己不夠好；有時候你覺得今天什麼都不懂，什麼都記不住。你可能坐下來要開始學習，但你的心在說，今天不要學了吧，明天再學。這些情況都是非常正常的。你不是一個人，所有的學習者都會遇到這些問題。那我們可以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呢？首先，如果你很累，你可以給自己更小的任務。比如，你今天真的很累，你可以只學習一個新詞，一個詞真的很簡單，你絕對可以做到。你做到了，你也算堅持了。30天挑戰不是叫你每天都很強，是叫你每天都不要放棄。哪怕你做一點點，也比完全不做更好。如果你覺得太忙，你可以把學習放進你已經在做的事情裡，比如你在走路的時候聽一點中文，你做飯的時候聽一點中文，你洗澡前說一句中文，你吃飯後讀3句話。這樣你不需要額外找時間，你只是把中文放進生活裡。如果你覺得自己太慢，你可以告訴自己，慢是正常的，慢也可以到達。很多人覺得學習語言必須很快，但這是不對的。你看，小孩學習語言，他們每天都慢慢說，慢慢聽，慢慢學，但他們最後都會說得很好。你也可以，你不需要因為慢而難過，慢有时候是最好的方式，因為你會記得更牢。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，你不要每一天都只看你的問題，你也要看你的進步。可能你覺得你的中文還是不夠好，但你要看看你已經學懂的詞，你已經說出口的句子，你已經聽懂的內容。你的進步不一定很大，但它一直在發生。你以為你沒有進步，是因為你看得太近。你每天學一點點，30天之後，你會發現你真的變了。你可以聽懂更多，你可以說更多，你不会那麼害怕中文了。我们也可以一起想幾個在挑戰中可以做的小活動，比如你可以每天寫一句簡單的句子，比如我今天很開心，因為我喝了好喝的咖啡，或者我今天很累，因為我工作很多，或者我今天學了3個新詞。這些句子很簡單，但是它們會讓你的中文變得自然。你也可以每天聽一個小故事，一句口語表達，一個簡單的對話。你也可以每天看一個1分鐘的短視頻，聽一聽日常中文怎麼說。你也可以每天說一句中文給自己聽，比如今天我努力了，明天我也會繼續。中文對我來說，一點一點會更容易。你越說，你越習慣。你也可以準備一個小本子，寫下你每天學到的內容。你不需要寫很多，只需要寫2-3個詞語，或者一句簡單的句子。你30天之後翻開這個本子，你會非常驚訝，你會發現你已經學了很多。30天挑戰也會讓你改變你對堅持的想法。很多時候，我們認為堅持一定要很辛苦、很久、很大，其實不是。堅持不是每天很努力，堅持是每天一點點，每天5分鐘，比一天50分鐘更有力量，因為每天5分鐘，你可以做到，你不會累，你不會害怕，你不會放棄，你會跟自己說，
5分鐘，可以。然後你就做到了。你一旦做到，你就会继續。你会发现，堅持其實很輕鬆，只要你把任務變小，只要你把期待變低，只要你對自己溫柔一點。你不是機器，你不需要每天都完美，你只需要每天做一點點。30天之後，你會變得完全不一樣。在這個挑戰裡，你也可以找到一些小小的動力，比如你可以在手機上做一個30天的打卡表，每天完成就畫一個小圈圈。一個圈圈可能很小，但是畫滿30個以後，你心裡一定會很開心。你會看到自己的努力，你會看到自己的堅持，你會告訴自己，我真的可以做到。人生很多時候不是因為你不行，而是你忘了你可以。你也可以找一個朋友一起做這個挑戰，你們可以互相提醒，互相鼓勵，互相分享每天學到的東西。有人一起走的時候，你會更有力量，也更不容易放棄。你也可以給自己一些小獎勵，比如你堅持1周就給自己一杯喜歡的飲料，堅持2周就看一部喜歡的電影，堅持3周就休息1天，堅持到30天就給自己買一個小禮物。獎勵會讓你的大腦更願意繼續。在這個挑戰中，最重要的是，你要一直告訴自己，中文不是難，是需要時間。你不是不好，你只是還在路上。你不需要害怕，你也不需要很快，你只需要一步一步走。每一天的5分鐘，每一天的那一句話，每一天的那些小努力，都會帶你去更好的地方。最後我想說，其實30天中文挑戰不只是學習中文，它也是一種生活方式。它會讓你學會從小地方開始，把你想做的事情放進每天的生活裡。它會讓你更輕鬆、更穩定，也更有力量。你會發現，堅持並不難，難的是開始，而你今天已經開始了。謝謝你聽到這裡，希望你願意試試這個30天中文挑戰，希望你能在這1個月裡找到一點動力，一點快樂，一點進步。也希望你在挑戰結束的時候，可以為自己感到驕傲。我們下次再見。祝你今天學到一點，笑一點，輕鬆一點。再見。